别天真了，这不是运气问题，这甚至不是经济危机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财富转移。有人，也就是那些离印钞机最近的人，正在通过一种非常隐蔽、非常合法，甚至让你毫无察觉的方式，把你辛辛苦苦积累的劳动成果，哪怕是你存进银行里的每一分钱，悄悄地偷走。他们偷走的不只是钱，是你未来的选择权，是你给孩子留下的希望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根据我的深度推演，到了2026年，这场游戏将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决赛圈，全球债务将迎来史诗级的大崩盘。为了不让游戏结束，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开启核动力印钞机，进行最后一次疯狂的收割。这听起来很绝望，对吧？但对于看懂局势的人来说，这也是10年一遇的暴富机会。今天我不跟你聊那些枯燥的 K 线图，也不扯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经济学术语，我要撕开这层遮羞布，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是如何运行的。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勤劳致富是个伪命题，为什么存钱是自杀，以及在2026年大洗牌来临前，我们普通人手里到底还剩什么牌，能让我们从待宰的羔羊变成屠夫的座上宾。互动植入，在开始这场深度大脑手术之前，如果你也是那个感觉自己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，但依然不服输的人，请在弹幕里打出“觉醒”2个字。这不仅是给我的反馈，更是你对自己的一次宣战。如果今天的视频能颠覆你的认知，记得一定要订阅，因为在接下来的乱世里，你需要一个清醒的声音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直接切入要害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脑子里那个被灌输了10几年的概念——通胀，彻底扔进垃圾桶。教科书告诉你，通胀是物价上涨，那是骗你的。通胀的本质是货币稀释。想象一下，你在这个房间里，空气就是社会总财富。现在房间是密封的，空气是有限的，这就是你的财富，很珍贵。突然有人在那边接了一根管子，开始疯狂往里灌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，这就是央行印出来的新钱。一开始你没感觉，你觉得空气变多了，吸得更欢了，股市涨了，房价涨了，你觉得资产增值了，好嗨啊！但过了一会儿，你发现不对劲了，空气里的氧气含量被稀释了，你呼吸同样的次数，吸到的氧气却变少了。以前你工作1小时换来的钱，能买一顿大餐，吸一口纯氧；现在你工作1小时换来的钱，只能买个盒饭，吸一口浑浊的废气。你的劳动没有变，你的价值没有变，但用来衡量你价值的尺子被他们偷偷拉长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100美元是一场骗局。从1971年美元脱离黄金那天起，这就注定了。在那之前，印钱需要黄金做抵押；在那之后，印钱只需要那个老头敲一下回车键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可以把全世界的钱翻1倍。这多出来的1倍，不是财富，是把你手里那点存款稀释掉1半的水。你努力存下的100万，就像放在冰柜里的一块肉，而那群人拥有这台冰柜的遥控器，他们把温度调高了一点点。10年后，你打开冰箱，肉还在，但已经臭了，缩水了，不能吃了。这就叫合法抢劫。Why？ 坎地龙效应。为什么钱总流向富人？你可能会问，大家钱都多了，物价涨了，那我工资也涨啊，这不就抵消了吗？这就要提到一个让你必须死记硬背的概念——坎地龙效应。听好了，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听过最扎心的真话。钱不是像下雨一样均匀地洒在每个人头上的，钱更像是一瓶倒出来的蜂蜜，它是粘稠的，它流淌是需要时间的。当美联储或者央行按下印钞键，这几万亿的热钱首先流到了谁手里？第一，银行家；第二，拿到低息贷款的大企业主；第三，和权力沾边的顶级富豪。这时候市面上的物价还没涨，这些人拿着这些甚至不需要利息的新钱去横扫市场上的核心资产。他们买了市中心的楼，买了最牛科技公司的股票，买了矿山，买了黄金。注意，他们是用注水钱的价格买入了硬资产，然后这些钱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转，他们买游艇、开派对、搞投资，钱慢慢流到了包工头手里，流到了高级白领手里。等到最后，这些钱流到了谁手里？流到了你手里，流到了靠死工资过日子的打工人和小商贩手里。但这时候已经是2、3年后了。这时候发生了什么？这时候你发现房价已经翻倍了，股票已经上天了，连门口卖煎饼果子的大妈都涨价了。富人利用这个时间差，拿着新钱换走了资产，
实现了财富暴增，而你作为链条的最末端，只能拿着贬值后的钱去面对高得离谱的物价。你看懂了吗？通胀不是全社会的灾难，通胀是富人对穷人发动的精准收割。每一次大放水都是一次穷人向富人进贡的过程。现在把目光看向未来。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？因为一个巨大的周期正在见顶。看看现在的美国，国债飙到了34万亿，这数字你可能没概念。这么说吧，美国现在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军费。这个世界霸主本质上已经是个还不起信用卡，只能靠以卡养卡维持体面的赌徒。这个泡沫还能撑多久？所有的宏观数据都指向一个节点，2026年左右。到时候全球会有海量的旧债务到期，怎么还？只有一条路，继续印，而且是指数级低印。如果不印，全球金融系统立刻崩盘；如果印，货币信用将彻底扫地，法币的购买力会像蹦极一样跳水。所以2026年极有可能是一个分水岭，全球的财富逻辑会发生一次剧烈的重置。而且别忘了还有一个变量 AI。 这几年 AI 的发展速度大家有目共睹，到了2026年 AI 将大规模替代基础脑力劳动，这会造成一个极度分裂的后果。如果你靠持有资产赚钱，你会爽翻天，因为钱不值钱了，资产名义价格会暴涨。如果你靠出卖时间赚钱，你会惨绝人寰，因为 AI 在和你抢饭碗，你的工资会被压低，而物价却在飞涨。这就是剪刀差。如果你不跳出这个圈套，这把剪刀会把你剪得粉碎。我知道听到这儿你可能很慌，慌就对了，慌说明你脑子还在转。但我不贩卖焦虑，我只贩卖解决方案。在这个大洗牌的前夜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干？我有3条保命铁律，每条都带着血淋淋的教训。第一，甚至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戒掉储蓄瘾，培养资产癖。如果你现在还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老老实实存定期，觉得那是安全感，那你真的没救了。在负利率的趋势下，存钱就是一种慢性自杀。你必须把你的劳动成果换成那些无法被随意印刷的东西。什么东西无法被印刷？黄金。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管世界怎么乱，黄金永远是黄金。它不是为了让你发财，是为了让你在纸币变废纸的那天，手里还有能换面包的硬通货。配置5%、10%，那是你的救生圈，核心城市的优质房产。注意，我再说一遍，是核心城市。那些3、4线人口流出的鬼城，房子就是水泥垃圾。但那些年轻人扎堆、有产业、有医疗教育的1线核心区，房子依然是抗通胀的神器。以后买房要像买爱马仕铂金包一样，只买稀缺的。还有，去了解一下比特币，别管你信不信，它被设计出来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无底线的印钞，哪怕只买一点点，也是给你在这个旧世界崩塌时买的一张通往新世界的船票。第二，学会做一个聪明的负债者。父母教你要无债一身轻，在通缩时代是对的，但在大通胀时代，这是最蠢的思维。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？因为他们敢借钱。如果你借钱是去买包、买车、去挥霍，那你是个败家子。但如果你借钱是去买入能扛通胀的优良资产，那你就是金融家。你想想，10年前借钱买房的人，现在是不是在偷着乐？因为通胀帮他们把债务稀释没了，你在用现在不值钱的钱去还当年值钱的债，实际上是银行在给你打工。只要你的现金流能覆盖利息，良性负债就是你对抗印钞机的唯一杠杆。第三，也是最反直觉的一条，把自己变成一家上市公司。在 AI 时代，技能是最不值钱的。你会算账， AI 比你快1万倍；你会写代码， AI 写的比你还干净。真正值钱的是那些 AI 无法量化的东西，你的认知、你的判断力、你的影响力，还有你讲故事的能力。不要再闷头干活了，抬头看看路，去社交，去输出，去建立你的个人品牌。在未来，只有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。通胀能稀释你的存款，但稀释不了你在行业里的名声，稀释不了你脑子里的智慧。世界变了，过去的30年是勤劳致富的30年，未来的30年是认知致富的30年。这列通往贫穷的列车正在加速，窗户焊死了，车门锁死了，大多数人还在车厢里为了抢一个座位打得头破血流，而清醒的人已经在寻找跳车的窗口。2026年可能是一场灾难，也可能是一次重生的机会。
这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，是站在印钞机的那边，还是站在资产的那边。这期视频我知道会刺痛很多人，甚至会得罪很多人，但我不在乎，哪怕只有1/1000的人听懂了、行动了，避开了这个大坑，那我也算没白说。最后，我想在评论区做一个非常残酷的调查：如果是你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贬值，你会选择 A 激进抄底，赌一把财富自由 ；B 换成黄金美元，苟住就是胜利 ；C 及时行乐，花光就是赚到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，顺便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想的一样。如果这个视频给了你哪怕一点点的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。更重要的是，把它转给你最好的朋友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我是你的名字，一个不想让你被收割的讲述者。我们要在这个乱世里一起赢。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那个普通人绝对不能碰的投资死穴。关注我，别掉队。